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中国软件国际，也是来自于咱们的粉丝约稿。当前我们就要假设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最近的这一次从2021年向下的回落调整是否结束？如果结束了，从 3.40 港币左右开始向上的这一次是反弹还是反转？后期整体上行的目标空间有多大？中短期需要等待什么样的结构和形态出现，我们才有介入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那么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那么本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我们在以往大家提供的这些标的当中，我们会发掘机会，同时也会提示风险。因为以往我们统计过的票，我们也会有不断的去跟踪。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周期去分解一下它整体走势的一个特征整体走势的一个特征。那前期从这个09年低点大概是 0.48， 最高是涨到了16.2块附近。那这一阶段的上行走势我个人感觉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三波反，因为这一波整体走势当中，它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明显的一个五浪推动形态，仅仅是一个三波走势结束了。那说明此处的上涨我们只能给它暂时定义为是一个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从这个16.2块左右开始的这波回落，截止到当前整体的一个回撤的一个幅度。通过黄金分割可以看到，整体的回落是已经盘中跌破了这个 0.764 的位置，也就是 4.20 附近。所以说回落的幅度也是比较充分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回落的时间跨度也是基本上是满足要求的。可以说从相对的高位开始的这次回落走势应该是已经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二次从这个 3.38 开始再次进入到这个反弹或者说是反转的这样一个周期。如果前期这个紫色段它是一个所谓的五浪推动，那这个调整结束之后那后期大概率也会是一个五浪推动。但是因为前期它仅仅是一个三波，回撤也是个三波，所以当前我们对于 3.38 开始的这波上涨，我们只能先按照反弹的预期来看待。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次的反弹结构来做出划分。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周线图，同样我们要先画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第一阶段的反弹整体走势还是比较强直接是靠近了黄金分割 50% 一线，靠近了黄金分割 50% 一线。然后从相对的高位再次出现了一次回探，而且这个回探走势是一个三波形态。那么比如说现在是9月24号，那么之前上一个月的8月份的票我们就会持续去跟踪，因为股票嘛，你肯定是要给它一段的时间让它跑一跑走出预期来。那么目前来看，上一个月目前来看走势最好的票是8月8号的这个英诺赛克，整体涨幅也是达到了 60% 以上。所以说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只明星票整体涨幅非常大。所以大家要持续的关注我们以往分析或者说给出的这些视频。那如果我们把它当做反弹来看待的话，那前期第一轮走势就是 A， 目前这一波走势就是个 B。 当前其实我们就是处于这个 C 浪当中。那后期整体的 C 浪向上运行的目标那首先还是会看到前期 A 浪的高点以及黄金分割 0.5 的一个位置，这个区域大概是位于 9.30 到 9.80， 这也就是目前最近的压力目标区间。那也就是说从当前 6.30 附近来看，整体向上的反弹空间还是有的，并且是存在的。因此后期当下中短期我们依然要保持着看涨做多的一种思路。接下来我们就要研讨一下此次向上的这一轮 C 浪走势的一个预期，看它的一个结构形态会按照哪种结构去运行。那么第一种1、2可能短期需要震荡，然后再向上走出第五浪，走出一个平台型335的平台型，或者说
它也和第一阶段的走势一样，是一个三波走势，运行出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它最终都会向上靠近或者抵达 9.30 到 9.80 这个目标价格区间。所以当下我们就是通过以上两种结构的划分，我们来找一找中短期有没有结构上的一个预期，或者说是给到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信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由于整体大家约稿的这个字数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是为了加快这个视频的推出，因此改变了一些在 B 站上传的规则就比如昨天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一共是有4支票，但是在咱们 B 站上传的只有港股的辽港股份和优等生计划的港股 Top 7微高股份，其他的像港股一脉、阳光，还有国内的指数中证1000指数，我们都放在我们的会员群里去更新了。所以大家想要全面的了解我们所有的品种的话，建议可以加我的 QQ 来了解一下会员的权益和福利。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次回到这个日线图，更小级别的日线图。首先我们拉一下最近的这一波上涨的一个黄金分割，可以看到当前的这波回落整体的回落的幅度是已经达成预期了。那如果按照我个人的思路来说的话可能我会认为调整的低点应该大概率是出现了那当然不排除在这个小级别结构当中它会有一个折返，等这个折返结束之后它才会走最后一个这个第5浪的一个周期，这种结构上也存在。那当前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那就是后期继续等待下方 5.80 一线的这个支撑区域，看在这个支撑区域是否会出现底分型或十字星，然后让我们就介入到第5子浪的一个上涨机会。同时下方的防守我们可以稍微让一让比如放刚才说的 5.80 附近，止损呢其实说白了你放个 5.4 5.3 都可以，这就是它的防守位置。 5.80 是它下方最近的目标价格区域，就支撑。那后期整体上行的目标呢，我们可以继续像之前所说的第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大目标大概是位于 9.30 附近。短期目标呢，那么我们就会拉一下前期这一波回撤的黄金分割，看一下上方764的位置位于哪里，就是一个短线目标 8.05。哪怕从 5.8 涨到 8.05 的话，整体看也有2块2的一个涨幅。那幅度空间的话，和下方的防守来对比的话，那整体的比例就是 0.5 比 2.2， 盈亏比是在1比4之上的，对吧？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如果直接突破这个 7.01， 如果直接突破了前高7块这个位置那说明行情直接向上走出了最后一个第5子浪。那其实我们从短线交易的思路来说的话，也可以清仓的去参与一下，因为从7块到上方的8块还有大致1块钱的空间你止损给个 0.4 或者 0.5 都可以，因为是超短线你就用 0.4 0.5 去博取上方大致先看这样1块钱的空间。所以这支票近期可以关注一下上方2个位置，下方是 5.80 上方是7块，等于说现在目前就存在两种的操作预期，一种是回落到目标价格区间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我们考虑做多；另外一种是直接向上突破了 7.01， 日线收盘价站上了 7.01， 我们考虑去追多。但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是日线级别的上涨，所以整体走势它会往上顺势去运行一段时间，并不会轻易的选择很快的去结束。好，以上就是今天中午我们关于这个港股中国软件国际的整体结构分析，那么最终也是给出了2种不同向上看的预期结构。后期我们就是关注下方回撤到位或者向上突破上行的2次机会。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